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 先生的菜地和蘑菇坊。有网友问我，他家结的枣树刚开始已经成活了，像这个样子，里面已经长出了绿色的新芽。但是当他把嫁接带松开，给这个结穗松绑之后，过了几天，他发现这个已经成活的新芽又慢慢的死掉了。他问我为什么？今天在我面前正好有一个类似的情形，我就用这个为例子，给大家说说为什么嫁接苗会活而不死，如何保证嫁接成功100%的成活。先来介绍一下我这个嫁接，这是3月17号做的，到4月1号结穗成活，长出绿色新芽，随即解开嫁接带给它松绑。但是我发现新芽的生长势头不好，有失水的现象，随即就给它套上塑料袋保湿。几天后观察，虽然新芽没有变得更糟糕，但也没有出现嫁接成活后新芽健康生长的迹象。作为抢救措施，又不得不给它重新包扎上，连同新芽也一同包上。1个星期之后，解开新芽的包扎，2个星期之后，终于抢救成活了。如果把不同时间的照片拼在一起，就能看出新芽前期几乎停止生长，后又被抢救过来的过程。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，这个将会是一个嫁接芽活而不死的经典例子了。如果把它和另一个成功嫁接相比较，这个过程就更加的明显。这个是同时嫁接的另一个7口结穗，比刚才那个晚出芽2天，但是由于处理的得当，新芽非常健康，而且生长迅速。再看同时嫁接的哈尼架，这个出芽更晚一点，要晚4天，但也是相当漂亮，健康。好，介绍完了这个案例之后，我来说说为什么出现这种嫁接芽活而不死的现象。为了说明这个，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植物嫁接成活的原理。我在2021年5月21号的一期视频里有详细的介绍，这里简单重复一下。嫁接是真木和结穗细胞融合生长的一个过程，在植物受伤之后，它会形成愈伤组织，就是形成层的细胞快速分裂产生新细胞以修复伤口。你看，这真木顶部有一层略微隆起的组织，就是形成层细胞快速分裂所产生的新细胞群。在真木劈开之后的受伤面也有这种绿色的新细胞群。当结穗和真木紧密接触时，结穗和真木的两群形成层细胞群就长在一起了，结穗和真木就有了生命的连接。而后结穗上面的芽点会萌发，长出新芽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给嫁接点保湿很关键，很重要。办法就是用嫁接带将整个嫁接点完全包扎起来。但是结穗长出新芽不等于结穗就成活了。这个时候若不小心过早的解开嫁接带，结穗可能会迅速干枯。如果结穗成活的速度赶不上干枯的速度，新芽就会停止生长，最后和结穗一道干枯死掉。你看我这个结穗在这个时候就有干枯的迹象，上面也没有明显的形成层细胞。这种现象比较容易发生在大的结穗上面，比如当结穗的直径大于1厘米的时候，用老枝条做结穗也容易发生。我这个结穗正好就是2年生的枝条，而且比较粗，所以就出现了这种现象。下面就来说解决办法。第一，就是给嫁接点松绑，解开嫁接带，把新芽露在外面，但是要把新芽之外的部位全部又包扎好。这样的话，既保证了新芽被释放，接触空气自由生长，
又能够保证节穗始终被保护着，不至于干枯。第二个办法也是最简单的，就是使用正确的嫁接带。先给大家看一个例子，这是同时嫁接的另一个哈利家。与前面介绍的嫁接不一样的是，这里所用的嫁接带不同。用这一款嫁接带，我根本就不用给它松绑，长出来的新芽能直接顶破嫁接带，哪怕是包扎了3、4层的嫁接带，也不影响新芽长出来。这样你就不用给嫁接部位松绑，不用解开嫁接带，整个嫁接点就一直处于良好的保护之下，直到嫁接苗完全成活之后再松绑就没有问题了。下面就来介绍一下我的嫁接带，看看你的嫁接带是否是最好的。在我面前有这么几种嫁接带，这3个是一类的，这一个是单独一类。这是我一直这么多年来用的嫁接带。那这个嫁接带呢是在专门的园艺商店买的。我们看看它有个特点，它就是当然它有一定的弹性，然后呢有一定的延伸性，当你这么拉的时候是吧？但是当你拉的用很大的力拉的时候，它就会断。所以呢，这是这一款嫁接带的特性。那去年某一个时候，我怎么也找不着我这个嫁接带了，所以我就在网上在 Amazon 上搜寻grafting tape 嫁接带，然后很便宜，大概几块钱吧，就他给我寄了这么3个，而且这3个有不同的宽度，这个是最宽，但它的材质都是一样的。第一很透明，然后第二呢有一定的拉伸性，而且强度很大，这是它最主要的特点，所以这也是它的弱点。它的强度很大，你稍稍的这么拉，它不容易断。当然它也有延伸性，但是它不容易拉断，看到没有？你要用很大的劲，才能把它拉断。所以我今年就注意到，这种嫁接带，你的嫁接的新芽它是不可能自己穿透这个嫁接带长出来的。所以说，那这个嫁接带就不好了。当你看到新芽之后，你必须要给它松绑，对不对？你要是不松绑，你这个芽子长期处于这个嫁接带的包裹之中，它在里面是一种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，也没有氧气，所以对新芽的成长是不利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需要给它松绑。我们传统来说给它松绑，但是刚才我给大家看了，你松绑要是处理不当，就会导致整个节穗的枯干。这种情况对于嫩枝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但是特别是对于这种比较粗大的节穗，要好好的保护。那我们再来去看我用这种嫁接带嫁接的，我今天这一共有4个嫁接，就是1个是用这种嫁接带嫁的。我们来看看，这个就是用我这款嫁接带。你看这个还是当时嫁接的时候所捆绑的样子，一直没有动。然后这2个新芽它穿透嫁接带，而且这里是大概是2、3层的嫁接带，它穿透长出来一点问题都没有。等它比较健康的时候，我会把整个这个嫁接带全部松掉，给它松绑。